男嘉宾任先生22岁，来自河南个体；女嘉宾任女士23岁，来自辽宁声乐老师。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小片里我听到了一个信息，认识很多年了是吧？嗯，有多少年啊？大概有7年了吧，这样。我们2个是初中认识的，真正开始好是从大学，我就去天津上大学，他去海南上学。哦，就从你们俩开始谈恋爱，你们就天各一方，对是吧？对对啊，对。后来怎么又好到一起了呢？他上完大学之后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之后我就开始接触他的家人。哦。但接触完之后，就是他的家人当时有一点点小小的矛盾。啊。我可能就是老跟他妈妈聊天，就比较向着他妈妈。哦。就等于说闹的就是他爸爸最后不是很喜欢我。哎呀，你跟他父亲有什么样的冲突呢？最大的冲突到什么程度了呢？是这样，他爸爸说，如果他要是再跟我好下去的话，他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呀，怎么到这个程度呢？当时我父母闹矛盾闹得挺厉害的，然后他总是站在我妈这边，然后我爸就觉得他是一外人，然后来掺和我家的事儿，就这么着。哦。但是我的想法就是这件事儿也不关他的事儿。我爸说的那种话，我还是就是想，就是慢慢就是劝和我爸那边慢慢接受他这种啊，因为当时他可能也没经历过这种事情，就是怕我太难做，他就跟我提出分手。分了吗？分了。哦，分了多久啊？分了几个月吧，后来就是互相还有对方，就慢慢就又好了。又好了啊，对。你父亲那边就没什么事儿了吧？就是没有那么大反应了，也算慢慢默认了吧。因为我是一直比较喜欢他的。那不就行了吗？是，但是这次就是和好之后，我才知道他在跟我分开的这段时间里，就又交往了一个女朋友。在我心里，这感觉有一点点是精神出轨。哦。就是在你们分手之后，他又交往了一个女朋友。对。哦，过不去这坎儿是吗？就心里有一根刺吧，我就感觉就是他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的爱我啊什么的，所以才会说，跟我分手了之后就立刻就找了个新的女朋友。啊。但是说后来我们也和好了嘛，和好了之后呢，就是一件小事儿。他有一天就是拿回来一个电脑键盘。他所有的工资其实是给我的，是他主动交给我的。然后他拿回来一个电脑键盘，跟我说是他朋友送给他的。当时那个电脑键盘应该是700、800块吧。我后来发现他是跟那个哥们儿连起伙来骗我。其实这个键盘就是他自己买的。哦。但是您也知道，他所有的钱都是给了我。那他这电脑键盘是怎么买的呢？我就很不能理解。怎么买的？就是省吃俭用，就是慢慢攒下来的。我就跟朋友一起就想出这一主意，就说是他送我的。因为那个键盘呢，他肯定会不让我买。因为之前买过一鼠标，就是可能才200多，他就跟我磨叽了好久。因为家里是本来就有键盘和鼠标的。然后他还要再买一套更好的，就为了玩游戏。我就是平常没事的时候喜欢玩游戏嘛，就想玩的舒服一点。然后就买了键盘，我觉得没什么，这种小事我不想再因为这种事再跟他吵。是，理解，这不就像男人说女人一样吗？有口红还买口红，对吧？那除了这个，还有之前我们俩在一起嘛，我背一个装饰包的那种，就一点都不沉，里面可能就一个手机呀的那种，然后他就可能过来说，哎，沉不沉呀？我帮你吧。我说不用，然后他就直接抢走了。但是现在我背一个特别大的包，但他就觉得，哎，你也是个人，你也能背得动吧？就这种感觉，就不再像以前那么贴己了，是吧？对。我觉得这又没什么，那么一个背包的事情就拿出来斤斤计较，而且你包背不动就跟我说啊，我也没说非不给你背吗？那为什么就是说之前你不用我跟你说，你就主动帮我背一个那么轻的包，然后现在这么重，然后你都意识不到，你就还让我跟你说？我觉得时间久了嘛，就大家就这么的熟悉，然后就有什么就说什么，没必要就遮遮掩掩那种。他现在就是老是以什么时间久了为借口的那种，就感觉你不爱我了。
怎么可能？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脾气越来越大，根本没有的事情就没事话有，有事又夸大。比如说上回就是我在外边跟朋友吃饭，回家晚了那么1小时吧，回去就跟我吵，闹得特别厉害。那天他说他要回家跟他爸爸妈妈一起吃饭，我说那你就去吧。然后到了7、8点钟的时候，我一想，哎，那是不是已经吃完饭了？我给打几个电话问问，就什么时候回来。他就一直没有接。后来我就看朋友圈，他的那个朋友发的那个小视频，我看，哎，就是小视频里竟然有他，我还给点了个赞。然后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就是这回就接了。他就感觉装作一副就是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他就跟我说，哦，我在外面跟朋友吃饭呢，晚一点回去。然后当时我就生气了，我说哦，我就直接给挂了。挂完之后，他大概当天晚上是11点回来的，然后他一直就敲门，我生气就没给他开，就敲了大概10多分钟吧，我给他开了。打开门之后呢，也没有说要给我解释，反而他就是生气我给他就是为什么开门开晚了，我就跟他吵了几句，他就直接走了。我当时不想再跟他吵，因为喝酒又太晚了，就怕扰民，然后就想着下楼冷静冷静，一会儿再回来。对，他现在就是干嘛都说冷静冷静，一直就跟我冷暴力。当天晚上他就扭头就走了嘛，我给他打电话，他就直接就是给我拉黑了。当天就是挺冷的，我就穿一条特别薄的衣服。他看到我就什么反应都没有，他就在那儿站着。那我说那好，那你站着吧。我就扭头就一直沿着那条马路走，他一直在后面就是跟着我，什么都不说。我就太讨厌他这样的态度了。我就感觉他现在对我就是很义务，他跟着我只是纯粹的不想让别人知道哦我发生什么意外了，然后责任推给他的那种感觉，就根本都不是爱我。当时就是我是想冷静冷静，我不想继续跟他吵嘛，我想着他在那散步，可能一会儿就心情好了。现在脾气就是越来越大。就是除了这个还有别的吗？有，就前几天有一回是我俩本来心情好要出去买菜，我换衣服在那等他，然后他就看我裤子就不舒服了。他就非让我穿那个西服裤子，然后我就说不舒服，我就不穿，然后就这点事儿就非要跟我吵。那天是他感冒了，他就是因为穿的少所以感冒的，然后我就让他穿那条稍微长一点的裤子，然后就感觉他就是故意跟我较劲，就是生活就总是这样，让人很不舒服。就我明明是关心你，但是你就我明明让你听我的话，过去你听，为什么现在你不听了？对，就是这种感觉。啊，理解了。还有别的吗？哎呀，你们俩这事儿，有，还有一个婚礼。还有啊啊，一个朋友婚礼嘛，叫我过去，然后我想那朋友跟他也不熟，一般婚礼就是前一天不有一单身 party 嘛，想着就都不带女朋友，就玩得开心一点那么着。然后我说我自己去吧，然后他又不同意，非要跟着，然后我们就发生那个争执，争执之后他就跑到我另一个朋友那儿，让他带着去。后来他去了之后，我就一直心情不高兴，就特别不舒服。不是，你怎么找他朋友就带你去了呢？没有，那个朋友是主动过来的，他以为他会带着我去，他就问我说啊，咱们什么时候走呀？我就跟那朋友说，我说我不去了。他才问说啊，为什么呀？我说我想去，但是他不想带我去。然后那个朋友就是心也是很大的那种嘛，他说那你跟我一块儿去吧，到了之后就跟我一块儿玩。这朋友心可不大啊。不大吗？你哥们儿啊？我哥们儿的女朋友啊。对，当时我就在想，人家哥们儿为什么能带着女朋友，他就不能带着我？我真是，我真是听不下去了，我就感觉我在听一个结了10几年的一对老夫老妻在那儿磨叽点事儿，这里面呢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爱，反正就是互相看彼此就不顺眼。哎，你们俩在异地的时候，谁会看谁多一些？就是你们怎么维持的那个异地时候的那段恋情，你们谁能给我讲讲啊？我可能看他多一些吧。啊，当时是他在海南，我就坐的那个硬座，然后去海南的，就是大概坐了几10个小时吧。看完他之后，当时我就告诉他，我说再也不坐这个车了。啊，但是后来就是还是坐了。那会儿上学是封闭式的，然后我们就互相写信，他会经常给我寄照片，每张照片后面他都有加一段那种特别用心去写一段话，就让人特别感动。那时候我们都没什么钱，他去
兼职赚钱，然后买车票到海南来看我。那时候就特别感动嘛。然后就是还经常给我买东西，买一些就是生活用品啊、衣服啊之类的。他对我那时候特别用心啊。所以我听到现在，我有一感觉啊，好像这段感情走到今天跟他爹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是吧？就是你们俩堡垒从内部已经炸开了，是这意思吧？对。所以是不是心里都在问哈？男生可能心里会这么想，就是曾经你以为我会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自己打工挣钱来看我，现在我买一个键盘，我都不敢跟你说实话，我得瞒着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女生会想，以前你总是黏着我，为什么现在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你都不愿意带我去？对。你为什么过去在你父亲很反对我们的时候，你坚持下来了？对。现在没人反对了，你却对我表现的形同一个陌路一样，那么的冷漠。那你现在是怎么看待这段感情呢？是准备继续往下走呢，调整呢，还是想放弃呢？我现在其实也不知道，我们毕竟好了这么多年嘛，那肯定是希望有个结果，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每天过得都很不舒服。就我说句实话，我真觉得他可能现在找另外一个姑娘，他可能就不是他现在这个状态。但如果他跟我的话，就永远。你是觉得他在你这儿已经没有激情或者叫热情了，是这意思吗？啊，小伙子你怎么考虑啊？怎么说？我觉得我们都已经这么时间长了，然后就变成那种亲情的感觉了。哦。就很习惯嘛，大家都互相很习惯了。就不要在生活中天天发脾气啊，这种就每天过得就很不舒服。这种还想谈下去吗？其实还是很舍不得的，因为也是初恋嘛。啊，一段感情已经摆在这儿了，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两个人从09年相识到现在已经快10年了，其实我觉得是挺有缘分的。但是我先来说说女生，你会不会是做事太极端了？比如说，男孩想要穿条裤子，他就想穿这条裤子，就不行。为什么穿这条裤子出去就不行？然后咱们两个就要吵一架，你觉得他舒服吗？不舒服，但是他会感冒呀。他感冒，他吃点药就好了。我今天就想穿这条裤子，这只是生活当中一件非常非常小的事情，你在过度的介入他的生活。包括前面讲到的，我一听就不是一个两个人谈恋爱的状态，就刚刚像赵川老师说的，老夫老妻的状态。你在干嘛？你深度的介入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深度的掌控他的财政大权，这是什么人在做的？是老婆是媳妇儿在做的事儿，但是你都在做，而且是男人非常不喜欢的方式在做。经常啊，有一些夫妻站在这儿就跟我们说，因为刚才你们说的这些事情闹离婚，你们还没结呢，现在就因为这些矛盾今天站在这儿了，是不是你过度的介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去？我在这段感情当中，其实我没有看到男生更多的问题，我看到的是疲惫，是乏累，是你说的那3个字不舒服。两个人在一起是手牵手，每个人独立的个体，但你现在把它包裹起来，他做什么事情都要听你的。我刚刚就觉得好可怜，男孩说我就想打游戏打得舒服一点，可不可怜？好可怜。但在你看来，这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事情。所以，虽然你们很有缘分，但是如果不做调整的话，我觉得就是有缘无分。先给出一个结论啊，你的感觉没错，他是不爱你了。一个人如果爱你的时候，生怕给你的不够；如果不爱你的时候，就怕你要的太多。一个人爱你的时候呢，可以把你视作独一无二的珍宝，但是如果一旦不爱你的话，你哭闹是错，你沉默是错，就连你呼吸都是错的。所以你的感觉没错，但为什么不爱？从你们之前的这些感情当中来看，有几点原因可以供作你参考。你们一直都是处在异地恋当中的，当异地恋的这种模式变了之后，你们无从适应，不知道怎么样把这种异地恋的状态和模式调整到两个人
生活在了一起。因为以前大家只知道我们在电话里面是很热恋的情侣，可是真实面对面的时候，坐下来一起吃饭的时候，你真正了解他喜欢吃什么吗？你真正了解他所有的生活习惯吗？同样，男生了解女生吗？很多的事情细节、生活的细节都是不了解的，所以你们重新再在一起的时候，相当于是新的一个人在谈恋爱，但是带的是彼此旧时的模样。还有一件事我一直搞不明白，女生如你所说，你一直在帮她的妈妈，那为什么在她爸爸讨厌你的时候，妈妈没有出来帮你呢？你想过这是什么问题吗？就算是亲人，都很难去介入到一段夫妻的感情当中。何况你那个时候还小，是个小孩子，三观还没有树立好呢。在他父母眼里，你只是一个搬弄是非的小孩，不懂事儿。再者，其实你们两个人，对你来说，你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是什么？就是你们两个人那段时间被迫分手。其实你对他抱的希望挺大的，你觉得他应该苦苦等你，结果没想到，人家谈女朋友啦。因为这个事情开始，你们的感情就出现裂痕了，是因为你心里不平衡了。你突然那一瞬间觉醒和明白，原来这个男生没有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爱你。所以在之后的感情当中，你也开始渐渐收回了你的爱。那既然不爱了，就不要纠缠。男生也一样，既然不爱了，不要说什么亲情，你们俩又没结婚，哪来的亲情啊？所以彼此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好，祝福你们，谢谢。将近10年的感情不容易。其实两个人，我看来都没有太大的错误。虽然女孩的行为极端了一些，不可取；虽然男孩的回应和所谓的谎言不可取，但看来都不是大问题。你们遇到的问题是，本该在激情澎湃、恋爱的年龄，却经不过似水流年，宛若老夫老妻的平淡生活。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相识在一起的感情，是让很多人羡慕的。但是这样的感情真能走下去一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走在一起，其实什么是爱都不知道，我们喜欢的是什么不知道，就这样糊里糊涂所谓的相爱了。其实男孩，我觉得你缺乏一点勇气。你自己能够在分手之后那么快就有了新的女朋友，你应该已经对现在这段感情心里产生了质疑。这样平淡的生活，这样的感受，是你想要一辈子的爱情吗？你心里其实很清楚，这样的日子要过一辈子，熬不下去。而姑娘，其实我觉得你也是在用最后的这一点力量，想要去抓住所谓将近10年的爱情，但实际上，我觉得你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合适，就不要勉强，不要因为我们曾经有过9年也好，10年也罢的情感，就把自己圈在这样一个两个人都非常难过的境界里。其实不妨勇气多一点，去感恩彼此陪伴、彼此在一起的成长的这些美好的年华，去追求你们希望的更有热度、更有热情的爱恋。希望你们都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成熟的、愉快的爱情。谢谢。男女之间最幸福的状态是默契，最心痛的状态是背叛，但最糟糕的状态，你知道是什么吗？其实你自己已经说出来了。你刚才说那段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你说你在前面走着，他在后面跟着，他一语不发，你很不满意他这种糟糕状态，你觉得他对自己就像义务一样。如果一个爱人对另外一个爱人之间只产生了义务关系，或者只剩下义务关系，你认为那是不是最糟糕的状态？
这义务当中包含着3种意思：第一，可能是一种习惯；第二，是一种依赖；第3，是还债。我所指的这个习惯，不是爱的习惯，而是一直以来跟你形成的互动习惯。虽然你们经历了很漫长的所谓的异地恋，但是一直是你在主导。他其实并没有做出太多的努力，你的这种主导的方式，他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就像你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跟着代表他无可奈何，但是他又没有那么狠心离开。还有依赖，其实他这么些年来他也没做什么，很多事情都是你帮他料理的，他对你产生了依赖。然后第3就是还债。你在和他分手那段时间跟另外一个女生在一起，一定是尝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奇，但你肯定愧疚。但这种愧疚就来源于像做错事的孩子是一样的，他觉得没有听当妈的话。所以其实义务2个字已经把你们俩之间的感情说得很清楚，其实爱已经不剩下多少。但如果我是你，我不要一个男人或者一个还没有跟我结婚的男人以义务之名还不情愿地待在我身边，让2个人都痛苦。你不如跟他说，你不要有愧疚，你对我也没有什么义务。如果说之前的一段情感我给了你太大的压力，你不必以此作为自己情感的债，我们彼此都活得轻松一点。就这样。也有很多人认为呢，不好就不应该在一起。还有一些人认为呢，已经付出这么多了，不好可以磨在一起。你们现在相处的模式是大家看的最心痛的一种模式，确实是年少无知的爱情。你们的恋爱上来就是碰，啪，火花，分开，坚守，坚持，好还是不好，无法断言和定论。所以现在其实就2条路了，能熬就往下熬，不能熬就赶紧的谁也别耽误。而我用熬这个词一定是打引号的，是我们彼此愿意。如果你觉得还可以试试，你还想试试，你们改变一下。人和人相处的基本之道是距离、平等、尊重，而不是指挥、占有。好，接下来时间给你们自己，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真情60秒。之前我们异地恋的时候嘛，我们2个都没有什么太多的钱，然后每天都打60分钟、80分钟的电话，感觉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打电话上。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的好。反正已经这么久了嘛，我希望我能改变一些，然后我们就像2个新认识的人再试一试。我觉得我要的东西也不算多吧，想要大家都有一些私人空间，然后有自己的朋友圈啊，或者自己的一些想法吧，然后不知道你时间到给我。谢谢2位啊，秦晖，谢谢你们啊。请关门。